大家好，欢迎来到智慧传媒的视频。今天我们将带您深入探索一本有意思的畅销书《这个世界运作的真相》，以数据解析人类经济和生存的困局与机会。在这本书中，作者瓦兹拉夫·史密尔 （Václav Smil） 带领我们穿越过去、现在和未来，揭示了我们生活中那些看似平凡却影响深远的能量转化。从能源的基本概念到食物生产的演变，再到电力对现代社会的巨大影响，这本书为我们展现了一个引人入胜的能量之旅。让我们一起深入探讨，了解更多关于这个世界如何运作的真相吧。深入了解能源和粮食生产的基础知识。在1500年，人们还能够遇见真正的文艺复兴人才，那些通晓万物的博学者。想象一下莱昂纳多·达芬奇，他的知识涵盖了水力学、航空学和解剖学。然而到了18世纪，这样的人物不再存在。当法国最伟大的思想家们着手编纂一本包含所有值得知道内容的百科全书时，他们需要一个团队。如今，我们对世界的理解已经进步到，即便是一部拥有数千卷的百科全书也难以全面涵盖。知识变得如此专业化，以至于掌握一个单一学科可能需要一生的时间。一个粒子物理学家，更不用说专业的历史学家，都会发现理解一篇有关病毒免疫学的新研究论文的第一页非常困难。然而，这并不能为我们对世界基本运作方式的不理解开脱。虽然我们不能指望每个人都理解神经生物学的尖端研究，但我们可以期待他们理解，例如他们盘子里的食物是如何制作的。这正是史密尔在《这个世界运作的真相》一书中提出的观点。对于史密尔来说，这种知识对民主的运作至关重要。如果我们没有这种知识，我们将无法就当下最重要的问题做出明智的决策。在这个世界运作的真相一书中，史密尔聚焦于7个他认为所有人都应该了解的主题。在这个视频中，我们将会把焦点缩小到2个方面：能源和食物。在这个视频中，你将会了解地球的大气层是如何支持动物生命的，为什么化石燃料能够养活近80亿人口，以及电力是如何驱动这个世界转动的。地球上的生命历史是能量转化的历史。让我们从出的时候开始，确切地说，是从35亿年前开始。那时，地球表面的大部分还只是原始的汤水，一种新形式的生命出现了，简单的单细胞微生物。这些细菌没有意识或运动能力，它们只是在地球的海洋中漂浮，但它们具备新陈代谢的能力，这是将一种形式的能量转化为另一种形式的能力。通过这种能力，它们获取所需的养分来生存和繁殖。第一种能量形式来自太阳的辐射能，它们利用这种能量将二氧化碳和水转化为新的有机化合物。在这个过程中，它们产生了一个副产物——氧气。这个过程被称为光合作用，它改变了地球的大气层组成。在这些微生物开始光合作用之前，大气层中没有氧气，但经过数亿年，大气层中的氧气足以维持我们所熟悉的生命。换句话说，生命始于能量转化，而且它也在以同样的方式继续着。整个行星的历史就是能量转化的历史。例如，几十万年前又发生了一个重大的转变，这是第一次对能量进行体外利用，也就是在身体之外转化能量。此前，所有的能量转化都发生在生物体内部的细胞中。简而言之，更多的新陈代谢。细胞通过将一种形式的能量转化为另一种形式来释放养分。那是一群异常聪明的猿类。我们的祖先发现了植物物质的受控燃烧时，火将植物物质，无论是木材、泥炭还是煤炭的化学能转化为热能和光能。智人当然是从使用木材开始的，煤炭出现的更晚，但这已足以使难以消化的食物变得可食，保持它们的住所温暖，并吓走危险的动物。使用火是人类塑造和控制环境漫长道路上的第一步。大约1万年前的动物驯化是能量转化历史的又一个里程碑。在人类学会让像牛这样的动物劳动之前，它们依靠自己的肌肉将化学能转化为动能和机械能，用来搬运货物、耕地和从井中取水。驯养动物外包了这个角色给了这些担任负重的动物。后来的创新，比如翻河水车，将这项工作委托给了风和流动的河流。
接下来就是下一个里程碑，化石燃料的使用，这将我们带入了现代时代。在大约1600年后，人类开始燃烧煤炭，这是一种经过数百万年热和压力使植物物质化石化的燃料。煤炭带给了我们蒸汽机，这台铁制的工作马推动了早期的工业化。在大约1850年后，能量转化的历史加速发展，为我们带来了越来越多的新能源，原油、发电的水和风力涡轮机、地热电力，然后是核能和太阳能。有用能源的丰富改变了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它使我们能够工作更少，吃得更好，旅行更多，并更高效地进行交流。换句话说，如果你想要理解现代生活的奇迹，就必须从我们如何转化能量开始。能量推动着人类的进化，能量转化，简而言之，是所有生命的基础。它推动了人类的进化，并使我们的物种在这个行星上占据主导地位。没有人比物理学家更了解这一点。1886年，热力学的创始人之一路德维希·波尔兹曼得出结论：能量是一切的核心。他说，所有生命都是为自由能量而斗争，即可用于转化的能量。1933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埃尔温·薛定谔 （Erwin Schrödinger） 表示同意。他写道：每个生物都以自由能量为食，而最有效捕获这种能量的生物则具有进化优势。我们稍后再回到这个问题，但首先让我们停下来提出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到底什么是能量？这个词的词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它来自名词 energia， 意为工作，而这几乎就是标准的科学定义。能量是做工的能力。在物理学中，工作是指在抵抗第二力的情况下，在系统中产生配置变化的物理行为。这是一种技术性的说法，即工作是导致事物运动的力量。换句话说，能量与运动有关。例如，如果你将一个网球从2楼窗户掉下来，它会具有潜在能量，那就是产生运动的潜力。如果你将它扔下去，这种潜在能量将转化为运动的动能。所有的能量都可以进行转化。你吃的食物是化学能的储存，当你去跑步或整理房间时，它会转化为动能。与此同时，煤炭中的化学能源可以转化为机械能，那就是推动与蒸汽机连接的活塞的力量。实际上，这就将我们带回了能量的本质——转化。因为能量不能被创造或销毁，它只能改变形式。这被称为能量守恒定律，也是热力学的第一定律。你可以想象一个纸板箱沿着一个装载坡道滑下来时会发生什么。当纸板箱位于坡道顶部时，它具有潜在能量，但随后一个意外的推动使它迅速滑下坡道，将潜在能量转化为运动的动能。然而，纸板箱下坡时会减速，摩擦抵消了它的运动。然而，纸板箱的动能并没有丧失，它转化为了热能，使得纸板箱和坡道都变热。在这里失去的是这个动能的能力来进行有用的工作，它无法再推动纸板箱移动。简而言之，这就是能量的物理学。但让我们来稍微具体一些。我们刚刚引用了薛定谔的观点，最能有效捕获自由能量，可用于有用转化的能量的生物具有进化优势。这相当准确地描述了智人。因此，让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物种如何捕获能量的最重要方式之一——农业。化石燃料改革了农业。在1950年至2019年间，全球人口从25亿增加到77亿。然而，口粮更多并没有意味着更多的人饥饿。事实上，全球营养不良人口的比例实际上下降了，从1950年的 65% 降至2019年的仅 8.9%。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显著的营养不良减少？其中一个答案是我们的农作物产量比以前更高。这反过来归因于更好的作物品种、改良的肥料、更好的灌溉以及农业的机械化。但所有这些都是输入。是什么使它们成为可能？答案是化石燃料。现代食品生产是混合型的，它依赖于2种不同类型的能量转化。第一种类型与地球上的生命一样古老。我们所食用的一切，从植物到动物，都是光合作用的结果。自1万年前农业文明的黎明以来，太阳辐射一直推动着食品生产。如果没有太阳，根本就没有可收获的东西。但是，仅靠太阳辐射无法解释今天的高产作物、
它们还依赖于像天然气和石油这样的化石能源。节省劳动力的机器，如联合收割机，需要柴油来收割作物，将作物运送到市场的火车、卡车和驳船也需要柴油。灌溉泵、农作物加工和干燥设备也在使用汽油。而制造拖拉机、联合收割机、卡车、桶仓和温室所需的钢铁、橡胶、塑料、玻璃和电子设备的工厂也依赖于化石燃料。然而，这只是故事的一半。高产作物是需要高度管理的作物，你需要杀菌剂、杀虫剂和除草剂来减少损失，以及肥料来促进生长，这也是耗费大量燃料的。以氮肥为例，平均而言，农场每公顷使用100至200公斤的氮肥，使其成为农业中最重要的间接能源输入。没有氮，植物是无法生存的。它存在于每一个活细胞中，它存在于驱动光合作用的叶绿素中，以及植物的 DNA 和 RNA 中。它也存在于它们的氨基酸中，这是构建生长和修复组织所需的蛋白质的基本单元。但无处不在，超过 80% 的地球大气层是由这种无色、无味的化合物组成。然而，你主要会以它的非反应性形式遇到它，植物无法利用这种形式。要使氮对植物可用，你需要分离两个氮原子之间的键，释放出自由氮。在这种状态下，它可以与其他元素发生化学反应，并形成像氨、硝酸盐和亚硝酸盐这样的反应性植物可用氮化合物。一些自然过程，比如闪电，可以释放自由氮，但你无法真正将闪电作为农业输入利用。相比之下，你可以播种固氮作物，如苜蓿。这些植物的根部寄生着将氮转化为氨的细菌，从而在土壤中固定氮。但这需要时间，你必须停止种植小麦，种植苜蓿。在20世纪初，德国科学家找到了如何制造合成氮肥的方法。简单的说，你可以通过将天然气与空气中的氮结合来升级天然气。突然之间，肥料供应达到了人类所需的程度，结果是作物产量猛增，使我们几乎能够养活80亿人。但这付出了对化石燃料越来越大的依赖的代价。如今，肥料生产占据了几乎整个全球能源供应的 1.5%， 以及我们每年燃烧的大部分天然气。农业革命推动了城市化，化石燃料推动了被称为绿色革命的过程，在20世纪全球农作物产量的巨大增长。然而，农业的发展不仅改变了我们的食物种类、食物量，还改变了我们的工作方式和工作地点。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些宏观变化，让我们聚焦于这场革命在一个地方的影响——美国。现在是1801年，我们来到了纽约州西部。更准确地说，我们在吉尼西河畔，这条河穿过一个肥沃的山谷，点缀着小麦农场。这里的农民是美国人，他们种植小麦的方式与他们的祖先在欧洲的做法是相同的。但现实是，他们几乎与2000多年前的古埃及人种植小麦的方式是一模一样的。他们首先将带有铁质切割刃的木质犁固定在2只牛身上，然后将其驾驶穿过田地，然后播种去年保留下来的种子。接着，他们用镰刀收割小麦，然后将其切割并捆绑。干燥后，将谷物运到谷仓中进行脱粒。稻草被堆放，谷物被养谷，即将小麦子与坚硬外壳分离的过程分离出来。最后，将小麦进行称量并装袋。所有工作都是人工完成的，没有机械化，一切都由太阳辐射提供动力。总之，每公顷需要120小时的人工劳动和70个小时的牛力劳动，这大约相当于每公斤小麦10分钟的劳动时间，足够烘焙2个面包。再快进1个世纪。现在，我们来到了达科他州的红河谷，农业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种植小麦的农民使用4匹强大的马来拉动多滑钢制犁，他们还有机械播种机和收割机。化石燃料也已经出现，例如脱粒机现在由燃煤蒸汽机提供动力。每公顷小麦的产量仍然相对较低，但为了确保小麦作物所需的人工劳动大大减少。现在，每公顷只需要22个小时的人工劳动，约为1801年的约1/7。换句话说，农民每公斤小麦投入的劳动时间在1到5分钟之间。最后，我们再次快进到2021年。这一次，
我们身处美国的小麦区堪萨斯州，美国的小麦种植中心，甚至100年前的世界已经完全消失。美国农业部在1961年停止统计美国农场使用的牲畜数量，因为柴油拖拉机已经变得普遍。现在每个环节都已经机械化，包括无机肥料的施用。联合收割机负责收割和脱粒，然后直接将谷物装上卡车。每公顷的产量为3500公斤，只需要2小时的人工劳动，这相当于每2秒钟生产1公斤的小麦。这些显著的改进的结果是，农业需要的劳动力减少了，同时产量也增加了。在美国，约 83% 的美国人在1801年从事农业，到2021年，这一比例已降至仅 1%。这个情况同样的发生在世界各地，从丹麦到中国，从阿根廷到印度。化石燃料改变了一切，它们推动了农业的机械化和产量的提高，但它们也切断了人类与土地的久远联系，将数十亿人推向城市，在塑造现代世界的创新产业中寻找新的工作机会。电力推动着现今世界的运转，一块块的煤和一桶桶的汽油是的化学能储存物，当它们燃烧时，释放出热能，这种热能驱动着火车和汽车。流水也是如此，我们很容易想象出那个将河水的重力能转化为浆末时旋转的机械能的水轮。然而，电力却不同，它不太直观，甚至物理学家也无法回答电究竟是什么，他们只能描述它与世界的互动。但这已足够利用其改变生活的力量，而这种影响则随处可见。作为一种能源，电力具有许多优点，例如它是绿色能源，而且大多数时候非常高效，只需简单的翻转一个开关或按下一个按钮，就足以启动恒温器、电机、加热器和灯光，不需要庞大的燃料存储，也没有任何需要携带的东西。而且与煤炭或天然气等不同，没有不完全燃烧的危险，这是致命的一氧化碳来源。电力的用途已经改变了我们的世界。以照明为例，在电灯的发明之前，我们依赖蜡烛、油灯和煤油气罐来消除白天和黑夜之间的区别。这些都是昂贵、低效的，而且通常很危险。它们的能量也很微弱。例如，早期工业城市的煤气灯效率比蜡烛高出10倍，而今天的荧光灯比较起来效率高出500倍。此外，我们用来在夜晚照明城市的那灯效率更高，高出1000倍。然而，真正影响现代生活的能量转化是电力通过电动机转化为动能。通过电气化的机械设备，可以举升、压制、切割和制造各种商品，使工厂更清洁、更经济、更快速。与此同时，电车使得穿越大城市成为可能，将工人带到工厂的门口。在1900年到1930年间，电气化使美国制造业的生产力翻了一番。到1960年，这个数字增长了4倍。我们对电力的依赖程度难以高估。今天，发达国家的经济主要由服务业主导，而这个部门完全依赖于电力。从电梯到自动扶梯，从垃圾压缩机、仓库中的传送带到空调设备，所有设备都依赖于电力。普通汽车现在含有20到40个电动机。家庭依赖电力进行供暖、制冷、照明以及无数其他较小的任务。电力还推动主要资源的运输。如果没有强大的电动泵，城市无法将水引入市政管道。这些泵还将化石燃料，尤其是液态天然气，从开采点运送到工厂和家庭。如果任何一个人口密集的地区在短短几天内电力供应严重减少，都将会陷入严重的混乱。如果整个国家都经历这种电力短缺，我们将面临前所未有的灾难。然而，尽管电力的重要性深远，但它仍然只占全球最终能源消耗的相对较小份额，仅为 18%。但如果历史是一个指标，能源转化方式在未来仍将继续变化。地球上生命的历史就是能量转化的历史，而人类的历史则是一个不断提高利用自由能量效率的物种的历史。所以，下次您打开一个开关或咬一口食物时，可以花一点时间发现这些看似微小的事件背后涉及的过程与能量的转化。了解我们周围世界的运作方式，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适应变化，为我们的未来决策
提供有价值的参考，做出明智的决策。感谢您对我们的支持和关注，请订阅智慧传媒听书频道，点赞和分享给身边的家人和朋友。点击通知按钮，第一时间一起体验启迪思考与智慧的力量。下期节目，我们将继续探索如何在人生中取得美满成功。祝你们成功！我们下期视频再见。